我也想吃兔肉，这么多野菜不知道吃。奶奶，我饿。饿死你也别碰这肉，这是留给小虎的。妈，这可是林峰上山打回来的野兔。林峰，管好你家的人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我不是死了吗？上辈子我挣的钱全给了爹娘和大哥，可我病得快死，他们1分钱都不肯出，还趁机逼迫婉儿和小满上山采药。山路塌了，两人一起坠崖而死。婉儿、小满，直到很多年后，我自甘堕落猝死在电脑前。老天再给我一次机会，这次我绝不让你们再受一点委屈。不给我女儿吃，那就都别吃了！林峰，你疯了！老二，你干什么？婉儿、小满，走！你个没良心的，往哪儿走？你今天敢走就别再进这个门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从今天起分家，我带婉儿和小满单过，往后挣的钱都与你们无关。这个家我不要，咱们一刀两断。林峰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婉儿，从今往后，咱们一家3口好好过，谁的脸色都不用看。爸爸，我们以后还会饿肚子吗？不会了，你想吃什么，爸爸都给你弄回来。休闲赶山游戏绑定成功。这声音是我上辈子玩的那款游戏。休闲山林已加载，每日随机刷新山货野物，星级越高，山货越珍惜。我家后院竟然连通了一座深山。咱家的后院。妈，我们家后院怎么通到山里了？真的是那款游戏，一模一样。婉儿、小满，这是老天爷开眼，给咱一家的恩赐。老天爷的恩赐，是真的林子，这不是做梦。今日山货星级2星。2星，那这片林子里指定藏着好东西。婉儿、小满，别愣着了，快过来跟我一起找。爸爸，我来。林峰，这林子里真能找到值钱东西？你挖挖看不就知道了。有东西。这么大的灵芝，林峰，这是野生紫灵芝啊！镇上药铺都抢着要，一株能卖好几块钱。附近应该还有，你再找找。好多啊！爸爸，有怪物！小满别怕，爸爸看看。啊，这是野山鸡，还这么肥。婉儿，快过来，这可是好东西。这是山鸡。小满退后点，爸爸抓。这里也有，这里还有一只。婉儿，这下咱家发了。这叶这籽，下面难道是……可是山里的东西再多，总有一天也会采完的呀。婉儿，放心，采不完的。这才2星，等更高的星级刷出来，那才叫真发达。婉儿，来端菜。这么大一锅，爸爸，好香啊！吃，敞开了吃。真香，比兔肉还香。婉儿，你也吃。婉儿，怎么了？咱们家上次吃肉，还是过年那会儿。那天大哥家吃剩的肉，你妈让我端回去，冷的都硬了。娘，这次咱们不用吃剩的了。以后都不用了。前世我糊涂了一辈子，
挣的钱全孝敬了爹娘和大哥，让我媳妇儿闺女吃他们的剩菜。这辈子我绝不让你们再受这份气。婉儿，从今天起，家里顿顿有肉，你想吃啥，我给你做啥。你们先吃，这些灵芝咱家用不完，我拿去卖了换点钱回来。得找个真正识货的药材商，这紫灵芝的价才卖得上去。新鲜草药，地丁、车前草，便宜卖了啊！真是冤家路窄。哟，这不是我那不孝弟弟吗？怎么，上午在家里摔了兔肉，摆够威风了，现在饿得受不住了？老二，妈可说不认你这个儿子了。不过你要是现在跪下给哥磕个头，认个错，哥兴许还能替你去妈面前说两句情。跪下磕头，前世我给你们跪了一辈子，这辈子做梦。瞧见没？这可是哥今儿一大早山踩了半天才弄回来的。念在咱俩一个爹妈生的份上，你只要认错，这筐药草卖了钱，哥分你几毛，回家买2斤包子面。大哥，就这筐蔫了吧唧的狗尾巴草，也值得你吹半天。你说什么？你个小兔崽子，懂个屁！懂不懂的，留着你自己泡水喝吧，别苦死。这药草确实太蔫了，我刚才看了看，都没买。可不是嘛，这也好意思拿出来卖？林峰，你个白眼狼，给你脸不要脸是吧？行，你有种！就你那点赶山本事，我看你一个月能不能弄到1株像样的药材，你就等着饿死你媳妇儿闺女吧。大哥，我媳妇儿闺女饿不饿，用不着你操心。倒是你，这筐破叶子要是卖不出去，晚上小虎的饭钱可就悬了。你放屁！大伙儿让让，药材铺的周掌柜来收货喽！周掌柜这边。周掌柜，您可算来了！瞧瞧我这筐药草，都是今儿一大早新鲜采的。这就是你说的上等药材？周掌柜，这草药新鲜的很，您看多水灵。哼，水灵。林老大，我今天收的货是要送去县城药铺的，叶子发黄，根儿还烂了。我要是把这玩意儿摆进药柜，老主顾当场就得砸我招牌。这周掌柜见多识广，一眼就看出好。这草药确实拿不出手。周掌柜，您给个价，多少都行。不收，白送我都嫌占药柜。不行，周掌柜要是收了老二的货，我今天不是白丢一次脸。周掌柜，您别急着过去。怎么？周掌柜，那是我亲弟弟，我了解他，他那点赶山的本事我最清楚不过，比我差远了。我这筐您都嫌差，他那篮里指定全是烂叶子。我瞄过他那篮子，都是烂叶子。您过去看也是白耽误功夫。我赶时间，没真货就别耽误我。周掌柜，我给您担保，他那货绝对拿不出手。有好货自己亮出来，我没工夫听你们兄弟吵。老二，我看你今天怎么下这个台。哎呦我的娘！这灵芝怎么长得这么好？这是上等紫灵芝啊！这么大、这么完整的野生紫灵芝，我这辈子还没见过。紫灵芝，小伙子，这紫灵芝多少钱1株？我全要了。我先来的，卖我3株，我出高价。我1株。各位街坊别急，一个一个来。各位街坊让让。这品相，这是货真价实的野生紫灵芝。小兄弟，这紫灵芝你从哪儿采的？这不可能！老二，你这紫灵芝从哪儿搞来的？你老实说，是不是偷的？大哥，这可不是你该问的话。你到底哪儿弄的？你告诉我。大哥想知道，磕个头我就告诉你。哎呦，这不是刚刚让弟弟磕头的那位大哥吗？这回轮到自己了。这10株我全收，1株20，10株200，当场结清。20块1株，老天爷，1株就顶普通人2个月工钱。成，装匣吧。1株20，
我这一整筐顶掂1块，他1株就是20倍，10株就是200。刚才是谁说人家篮里全是烂叶子来着？凭什么？老二凭什么1株就顶我一整筐？周掌柜，等等！你又干什么？周掌柜，我是为您好啊！20块1株的灵芝，您这是要亏本啊！您琢磨琢磨，这年头1斤猪肉才多少钱？您这1株灵芝收的比几十斤猪肉还贵，周掌柜，这买卖亏大发了！眼红还这么装，可笑！哼，这品相的野生紫灵芝，20块1株，都是我捡便宜了。轮得着你这种连地丁草和紫灵芝都分不清的人来教我做药材买卖？你懂个屁！这大哥可真行，自己那筐卖不出去，倒来指点人家掌柜了。这叫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。哼，小兄弟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让您看笑话了。我瞧您这灵芝品相绝了，家里是不是还有别的好货？周掌柜问这个做什么？小兄弟，我周某人在药材行做了10几年，识货的老主公遍布县城。您要是还有好货，只管拿来，我给您比市价再多2成，优先收。不管是什么稀罕药材，只要品相好，我都吃得下。这门路不错。周掌柜，您瞧瞧这个。野山参，这是上了年份的野山参，这可是县城老字号药铺抢着要的货，有价无市啊！我这辈子都没见过根须这么完整的。小兄弟，这3株野山参，我出300，成交。小兄弟，紫灵芝200，野山参300，一共500块，您点点。小兄弟，这是我周某人的地址，您往后要是再有好货，随时来找我。周掌柜痛快，往后有货第一个找您。哈哈，您慢走。这年轻人可真有本事，一趟就赚了500。我们家咱一辈子都攒不下这么多。他赚了500块。老板，你这最好看的花布，给我扯3块。小伙子，这可是新到的，1块3尺，得凭布票。以前攒了不少票都用不出去，今天正好用上了。票有，钱也有，给我挑最好的。得嘞，小伙子好眼光。哎，客官里边请。大米、白面和豆油怎么卖？10斤大米，10斤白面，再加2斤豆油，一共3块5。都给我装上，给我媳妇闺女好好补补。卖糖葫芦。老爷子，来一串糖葫芦。林峰，你这是？给你的。爸爸也吃。爸爸不爱吃甜的，小满自己吃。家里现在这么缺钱，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？放心吧，有我呢。以后咱家不缺钱了。这些钱，你今天到底赚了多少？500。500？娘，500块很多吗？小满，500块，娘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。婉儿，从今往后，咱家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这么好的料子，婉儿，你不做新衣裳？我先收起来，留着过年再用。傻婉儿，以后咱天天都像过年。妈，你出来！刚一回来，鬼吼什么？连这么点草药都卖不出去，你还有脸嚷嚷？妈，我不是为这筐草药的事儿。您猜林峰那小子今天赚了多少钱？就他那点本事，顶天了1、2块钱，够干啥的？500。你说什么？ 500块，周掌柜亲手赎给他的。
500块，你没看错，是500块。我亲眼看着的，周掌柜还说以后有货第一个找他。他这肯定就是撞了大运，过几天就打回原形。爹，我饿。饿，桌上有野菜，去吃。我要吃肉。他爹，孩子昨儿就没吃啥荤腥，要不吃什么吃？家里这段时间紧吧，都省着点花。我不吃野菜，我要吃肉。爹，什么东西好香啊？这方向不是老二家吗？爹，我要吃鸡，我也要吃鸡。都怪你！怪我什么？当初要不是你跟妈非要逼得他摔盘子走人，要不是你们把他逼走，他今天炖山鸡，咱们本来还能跟着张口欢笑。我要吃鸡，我要吃鸡。今日山货星级2星，特殊刷新神秘洞穴，入口隐藏，需自入口还得自行寻找。己找。这回刷新的不只是山货，是一整处宝地。婉儿、小满，快来，快，后院今儿有大好事儿。又能进山找东西啦！小满，慢点，别摔着。系统既然只给洞穴2个字，就说明入口一定藏在林子里。婉儿、小满，先别只盯山货，留心石壁、风声，还有野物留下的痕迹。爸爸娘，这里有大野兔。这么肥的野兔，这一只怕不是有5、6斤重。林峰，这么肥的野兔拿到镇上，一只至少能卖4、5块。这里有4只，那不是又能卖20块了？这是云母石蟹，附近一定有路沿或洞口。野兔抓到了，你盯着它们的脚做什么4只兔子都从一个方向出来，脚上还沾着同样的石蟹，特殊洞穴就在那边。野兔先收好，别急着卖。进洞前，咱们得把退路和绳索备齐。我带着小满跟在后面，不乱走。石蟹没错，入口一定就在这附近。爸爸，你快来！银粉到这里就没了，荆棘后头还在发光。都退后。这里头到底藏着什么东西？整整3天，就挖这半筐烂草，嫌少。山场又不是你家粮仓，伸手就有，连只兔崽子都没套着。老二一天挣500，凭什么我守3天连口肉都摸不着？人家有本事，你要眼红，自己找门路去。林峰，你肯定藏着什么秘密。原来真有宝贝，这是药铺里说的金线兰。先别动，洞里湿暖，石缝最容易藏蛇。爸爸，那儿怎么鼓了个大包？当心！快退到洞外！不要了，什么宝贝都没有你的命要紧。听你的，宝贝再贵也不能拿命换，先保命再取货。婉儿，马上给我系紧，真有不对，立刻把我拽出去。好，小满站远些，见到蛇就喊，别往里跑。爸爸，我盯着。这东西成型了。爸爸，他的腿流血了，小心，别再是什么凶物。刚断奶的小崽，怕咱们伤他。婉儿，拉稳绳，小满别伸手。他不肯丢下同伴。这得长多少年？这才是真正的药王，根须断一根，架都要掉一截。小苗和没成型的根主都留下，先留种，再挣钱。
山里的好东西才不会断。那我不挖，我等它长大。爸爸，黑一点的叫黑豆，眼睛亮的叫金豆，咱们养着它们吧。咱家才刚吃饱，又添2张嘴，他们吃什么？我少吃一口给黑豆、金豆吃。傻闺女，他们吃肉不吃这个。今早抓的野兔正好能给他们养伤，往后田鼠、鸡杂也能喂，花不了几个钱。可养大了又能做什么？一张貂皮卖完就没了，这是1公1母，养成种貂，往后下的崽才值钱。那就养。1公1母，这可是能下崽的活宝。爹妈，老二这回弄到能下崽的宝贝了。爹，那何首乌跟小孩似的粗，还有1公1母2只子貂。老二翅膀硬了，挣了东西也不知道先交到爹手里。这么大的何首乌，老二你可真会藏！快说，这是从哪座山挖的？当家的问什么山？先把东西搬回家。这药我拿1半，卖多少钱？回来报账。子貂也给小虎1只，他没见过这么稀罕的玩意儿。不给，这是我家的。小赔钱货，滚一边去！畜生！谁在碰我闺女和这笼子，我剁了谁的手！打嫂子了，老二为2只畜生打人了！你们一进门就抢，还要打孩子，到底谁欺负谁？林峰，你姓林，是我儿子，你挣的每1分钱都该先过我的手。我病得快死的时候，怎么没见你这个当爹的管我？少翻旧账，没有我哪来的你？该给你们的养老钱和粮，我按月给，1分不少。可我的药、我的子貂、我挣的钱，你们1分也别想拿。反了，你这是要气死亲爹亲娘！爹，他眼里早没这个家了。你不交保，我今天就去请族老，把你还有这个丫头一起从林家除名。林德海，今天当着大伙的面把话说死，要么老宅田地重新分，林峰拿他该得的1份，要么老宅田地全归林建国，林峰只要现在的破屋、后院和附属荒坡，往后2家各挣各的，谁也别伸手。爹，不能重分，老宅和田都是我的。选第2个，那破屋本来就不值钱。老宅田地归老大，老二后院和附属荒坡往后自己过。所得过半奉亲。你是儿子，挣了钱给爹娘1半，天经地义。房和田没我的份，债和养老倒想算双分，按月给养老粮和钱，除此之外1分没有。白眼狼，早知道就该把你掐死。这是村委院，再撒泼都别签了，回去重分家产。只能分家，分不了血。你身上流的还是林家的血。还有那个赔钱货，他连林家祖坟都不配进。以后养老来往全照纸上办，谁越一步，我就找村委。云锦花纹，这何首乌至少长了100年。秦老，值多少？何首乌1800，20多株金线兰，再加200。2000，刚按完手印，这钱就跟我没关系了。早知道就该重分。还是1公1母。小兄弟，我再出500，这对子貂卖给我。这价不低，2只幼貂难养，死1只都不值钱。爸爸，别卖黑豆和金豆。药材卖，子貂不卖。500块，你真舍得不要？活着能配种能下崽，现在卖才是真亏。看得远。行，这2000块药钱你点清。我在公山守了3天，连根貂毛都没见着。你倒好，一下弄来1对活的。六叔，往后配食看病还得请您教我。成，貂吃鸡杂田鼠，窝里得干，最怕受潮。500块说不要就不要，万一养不活呢？养东西总有风险，可只盯着今天，咱家一辈子都只能卖死货。这是钱柜钥匙，修屋买粮花掉的都记账，剩下的留着收山货养活物。这么多钱都让我管？你是这个家的女主人，不给你给谁？你管进山，我管账。
眼下要过，3年以后也得算。明日山获星级，3星刷新偏向活物。走了2天，就这么点肉，少废话，先拿回去。又是你们下头踩我庄稼，还敢来！爸爸，有小猪。成年野猪会顶死人，咱们别靠近。不硬抓，先搭坡，再用木栅和绳网收成一条窄道，咱们始终站在树后。婉儿，我放木坡，你守后闸，他一进窄道就收绳，别探身。你也别站他正面。放心，我不逞强。收。大哥，这边有吃的。一头母猪，5只猪崽，全是活的。顺着窄道把他们赶回后院，不用近身。养好了，往后就是一篮猪。1、2、3、4、5，整整5只。今晚抱2只回来，小虎正缺肉。5只，你一个人养得过来吗？养老文书写的清楚，今天交3只猪仔，算你这个月孝敬。当月养老粮都在这儿，一粒不少。几袋破粮就想打发爹娘？文书上按了手印，现在不认字了？我是你爹，别说3只猪，整窝拿走也是应该。养老是养老，抢猪是抢猪，一只不给。白眼狼，这么多猪也不怕撑死你！进了猴就是有主，这2只给小虎占下了。我家的猪轮不到你做主。粮拿走，再碰猪我就喊村干部。今天不交猪，往后我和你娘是死是活都不用你管。文书写多少我给多少，额外1粒粮1分钱都没有。我要吃猪肉，我要吃猪崽。乖孙别哭，奶奶早晚给你弄来。咱家攒1年康福才敢养1头猪，他半天就弄回来6头，凭什么？他不给，咱就自己拿。猪抱不回来，也不能便宜他。你们找死！老二，我就抱1只。半夜翻墙，这叫偷！林峰，手里有东西！放手！吃死了也是林家的猪！爸救我！小满，谁把你关进来的？我听见黑豆、金豆叫，出来看见伯娘往猪食里倒东西，她捂住我的嘴，把我拖进来了。偷猪下药，关我女儿！打你脏我的手，今晚谁也别想走。翻墙偷猪，往食里下东西，还把孩子锁起来，谁先说？那本来就是林家的猪，我拿自己家的东西算什么偷？这是我的家，我的猪，上面有你们的手印。毒死也比便宜你强。他说的是气话，都是那赔钱货多事，要不哪会闹成这样？从今往后，老宅任何人都不准再进我家门，谁敢碰小满，我跟谁拼命！我答应你，谁来都不行。家里人闹点矛盾，关上门解决，别把事做绝。猪真吃了毒，小满真出了事儿，你还会说只是矛盾？他们去偷猪下毒，你事先知不知道？知道，是我让他们去的。爹，我是他爹。父亲拿儿子几只猪，
算不上偷。猪不听话，喂点药也是家里的事儿，责任我担。你不是担责任，是想把偷盗投毒说成家务事。文书已经生效，翻墙偷猪是一件事，往屎里下毒是另一件事。锁我女儿还要单算，请按规矩处理，别因为他们姓林就抹过去。证据和口供都在，谁干了什么，一个也跑不了。药是妈给我的，她说抱不走就毒死。放屁！是你自己要给小虎弄肉吃。我只负责抱猪，下药跟我没关系。都闭嘴！你们只顾着推罪，谁给小满道过一句歉？告知安源，请再给我加一条书面进入，往后养老粮由村委转交，老宅任何人不得进我家院门，不得私下接近小满。进入记录我写清楚，村里作证，以后谁在越县，直接按记录处理。林峰，你这么绝情！你们连孩子都敢锁，没资格跟我谈亲情。今晚把人分开问询，后续处罚和赔偿一样都不会少。爸爸，他们一直都没事。以后爸爸把家守好，谁也进不来。没吃到药，状态稳。不过山里带回的活物得隔栏观察，不能急着出手。这骨架，这腿脚，养过观察期就是上好的种猪苗子，市面上等半年都碰不到。养整整1年，粮叉都喂进去不少，60块真不能再低了。牙口老，身上也没几两肉，50，不卖就牵走。1年心血就值50，行了，最多60。林峰这边。牙齐，腰长，腿粗，这可不是普通肉猪仔，是能留种的好苗子。按种猪价，1只80，2只160，2只猪崽儿比我养1年的大猪还值钱，这么小就卖80。好种猪看的是骨架和长势，不是眼前这几斤肉，有多少收多少。成，一言为定。养了这些天，真卖了，心里还怪空的。家里还有母猪和3只崽，卖2只，是为了把剩下的养得更好。他们的新家比我的床还暖。一半存进钱柜，一半买砖、豆饼，账分开记。别人养1年才卖60，咱们留养半个月的2只猪仔就卖了160。先留种，再挣钱，钱花进猪圈，母猪还能继续下崽，这才是活家底。明日山货星级4星，刷新偏向菌类、飞禽。起早贪黑4天，就采到这点破蘑菇。闭嘴！能卖1毛是1毛。啄木鸟总绕着老树找虫，跟过去看看。满树都是上品猴头菇，小心割，别伤树皮。爸爸，白蘑菇装不下啦！婉儿，常往风烛灌木口，小满拿谷子站到我身后撒。小鸡来吃呀！两公4母，一直没跑。猴头菇能卖钱，火山鸡还能下蛋，今天没白来。猴头菇我全收，你先开价。火山鸡我要了，多少钱？你说。周掌柜，先收我们的，在山里采了4天，新鲜的很。这也叫菌子，拿回去喂鸡，鸡都未必吃。个大肉厚，一点虫眼没有。整批120，我收了。40块1只，我先收3只。还有3只，怎么不一起卖？
刘总，往后下了蛋再给赵老板送。这算山鸡蛋的定钱，有多少我收多少。这山鸡是我的，从我下的鸟套里偷的。你的鸟套在哪儿？套上有一根金羽吗？空套也敢认山鸡？那我药铺空着几个柜子，山里的药都是我的。这是给我的。明天送你去报名，往后好好读书。爸爸，剩下的鸟为什么不都换钱？活物今天值钱，能下蛋的活物明天还值钱。老师，怎么了？孩子的户籍页还在你父母那边册子上。老师说小满的户籍页还在这里，把册子给我。给可以，500块或者2只猪仔。孩子上学，你们也拿来换钱？拿孩子的前途勒索，还想逼他作践自己。这册子我不要了。没有户籍页，我看哪个学校敢收他。我有分家文书，也有小满的出生登记，你不给我就给他另立户页。你当村委是你家开的？一个丫头片子，读什么书？赔钱货认识几个字还能飞上天？想拿户籍册也行，你当着大家说你不是林家人，是没人要的赔钱货。上什么学？喝了看你还怎么去。小满，我不是赔钱货，我要读书，你们谁也别想拦我。爸爸一定让你上学。林德海扣着旧册不放，不能耽误孩子入学。村里作证，给小满另立户页。裂口能补，别人说的难听话不用往心里补。娘，我一定好好读书。爸爸，金鸡下蛋了。守了整整1个春天，就摇出8斤，连着下雨，花期全误了。石香凤也得看老天脸色。守5天就这么快破了，疯的！这么大的蜜巢，2群都有蜂王，这才是5星。抓紧，我拉你上来。你再敢拿命硬闯，我就把风箱全劈了。是我大意，后面听你的。我割密一目，你控盐，看蜂群往哪儿去，蜂王就在中间。1箱2箱都装满啦！槐花香醇，蜜稠不散。供销社至少给3块1斤。哦。上等槐花野蜜3块1斤，80斤，240块，供销社全收。下一批还送这里，价不低于今天。蜂箱里的储蜜不能动，至少留20斤给蜂群，割下的80斤全部交货。听你的，先养蜂，再挣钱。我拿养了3年的一群蜂，换你1只蜂王，成不成？蜂王不换，不过我缺个真正懂蜂的人。您拿技术入股，替我照看2箱野蜂，以后每季竞蜜，分您1成。您守蜂3年，懂的东西比1箱蜂值钱。
是给我的。往后蜂蜜要封罐，山货要装袋，你做的针线活最细。方蜜卖货记这里重蜜单记，猪饲料和山鸡蛋也不能再混账。这个家交给你管，我放心。照着老二家的蜜罐做，真能行？卖假蜜算什么本事？我要的不是砸他一单，是让他坐牢。掺了糖浆，这批假蜜立刻封存，一罐也不许入库。赵德才，货是你送来的，为什么挂林峰的名？我只是替他送货，蜜和封口全是从林家拿的。你胡说，这不是我家的蜜。花样针脚都一样，还想不认？事情查清以前，林家剩余蜂蜜暂停销售，原蜜就地封存。真蜜经得起查，假话也经不起查。赵德才说货来自林峰，谁能作证？我亲眼见老二在院里熬糖浆，为了挣钱，他什么都敢干。花布是苏婉亲手缝的，他天天踩缝纫机，错不了。假蜜就放在林家柴房左边第2个仓位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这是他落在老宅的，真假跟假封口一模一样。我没缝过，林峰，我真的没有。婉儿，别低头，不是误会，就不用求他们理解。接下来只查证据，谁做伪证，谁负责任。哼，证人证物都在，你还想怎么狡辩？村里这样倒着走针的，只有一个左撇子。消息放出去，就说新一批5星蜜今晚装罐。这里面是空的，谁偷走，谁就是栽赃的人。东西拿来了，跟老二家封的一模一样。不许动！这些是赵德才让我缝的，不是老大来拿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是爹说只要弄到老二，钱大家分，都给我闭嘴！要不是你吃独食，哪有今天？你设套害亲哥，天打雷劈！你们想送我坐牢，现在就一起进去把话说清楚。养老继续按文书由村委转交，除此之外，你们永不进我家门，永不碰我的生意。假蜜与你们无关，合同照旧，240块货款和定钱，1分不少。7天了，就找到这几根毛，陆巡早跑远了。再追，鹿皮鹿茸值大钱，不能空手回去。我的腿爸爸，他受伤了。鹿胆小，硬追会把他们惊散。别怕，我不杀你们。爸爸，鹿肉是不是能卖好多钱？活鹿能养能生崽，往后年年都有价值。要囤草料，也得请懂路的人来看看。这不是山里自己长出来的，深处可能还有外人。先把鹿护住，再查套是谁下的。一雄两雌，血统好，还都是活的。林峰，畜牧站出1200块，跟你做繁育合作，鹿归你养，技术和销路我们负责。集体山场的鹿也敢偷养，我这就去举报你。有人举报，这3只鹿来自集体山场，谁举报的？我。
鹿是老大跟猎户追了7天才发现的，被林峰半路劫走。我亲耳听见老大说找到鹿群，他腿都追伤了，老二却把鹿全占了。鹿蹄印是我先发现的。先看伤，再问猎户。童丝很新，勒伤不超过2天，伤口处理也及时。你们7个人在公共山场追过鹿，追了7天，只捡到1撮鹿毛，谁也没见着活鹿。我们下的是绳套，没有人用铜丝。鹿宗在断崖前就没了。林建国摔伤后，大家当天就下山了。鹿腿上的新铜丝从哪儿来？你们又为什么说亲眼抓到？有人举报这3只鹿来自集体山场，集体山场没有捕获记录，举报内容不实。这3只鹿与林建国无关。就算不是老大抓的，也是林家的，他一个儿子，凭什么独占？新的诬告材料，请村里继续存档。 3只鹿归你饲养，站里负责兽医、技术和销路。先付300块定金。鹿还在咱们手里，就先有300块。活鹿能繁育，养好了，价值可不是一张鹿皮能比的。明日山货星级5星特殊刷新，身亡半生活物。他要带我去哪儿？把头，您找森王找了10年，每年入秋守1个月，真有那东西吗？红紫成串，5行俱全，它就在这片山里。5行俱全，真是身王。又是铜丝套，跟母鹿腿上的一模一样。这里有人来过，而且刚走不久。婉儿、小满还在等我，家里那么多活物，也等我回去，不能为一株参拿命赌。我是来救他的。先护根，再起身。这株参我守了10年，把手拿开，手离参远点儿。我在这片山找了10年，谁动它，我跟谁拼命。刚才那一枪是你开的？我只打树枝，再往身前走1步，下一枪打哪儿，我可不保证。别动，鹿再流一会儿血就废了。你要护身，我先救鹿。鹿救完就滚，参留下。你守了10年，就是这么守山的。前头一只母鹿，今天又是一只白鹿，再没人管，这山里的活物早晚全得烂在套里。你守的是一株参，还是一座被套烂的山？机器凝固的新线，不是你的。哼，老放山人下用麻绳、马尾，留活扣也留退路，没人拿这种东西满山害命。你看见参亡，先救鹿，参跑不了，命会没。号不是我的，参也不能给你。这株参我从30岁找到40岁，10年不是一句话能抹掉的。我不抹你的10年，你也别拿枪抹我的命。趴下！你这一枪不是我开的。把参挖出来，2只鹿也套上。杜老板等这批货很久了，参还没出土，你们就知道位置。谁带的路？韩把头守10年又怎么样？东西最后还得姓杜。你压住左边那个，我断藤，枯木一落，往右扑。你会使枪？不会，我会看山势。参可以给，先放鹿走，少耍花样。3步之内把参捧过来，1步，2步。趴下！抓住藤！
林峰，抓紧！姓林的，杜老板不会放过你。穷寇别追，先看路，再看活口。杜金胜迟早把你们这片山搬空。救命的人情，我认。第一枪是你开的，是，只打树枝，想把人吓走，枪和弹壳都在，怎么罚我认。山不是你家的，拿枪拦人更不行。我找了他10年，大雪封山我来过，狼群撵在身后我也没退，现在一句不归我就让我空手。10年不是地气，可你的功夫也不能白费。身坡位置登记清楚，由调查员见证起身，韩把头负责定身，不虚，算共同发现和技术协助，该拿多少写进文书。你肯分我？该你的我不占。可身子、小身和半生根必须留下，谁也不能挖掘。按这个办法办，来路、份额、刘种都写明，往后谁也赖不掉。见身不抢，起身不伤，留子还山。右边那根须贴着石缝铲子停。一根须都没断。你不是运气好，你知道什么该拿，什么必须留下。五行俱全，少说也有300年。这价，我得请药研所的人来定。不用等了，这株参3000。钱收回去，参不卖你。深山里挖的东西，没票没证，谁敢收？3000不是身价，是救你脱手的价。杜金胜，生还没见，你就敢说来路不明？秦老，别给自己惹麻烦。县里除了我，没人吃得下这种货。正调查员有地点记录，证人口供，铜丝和猎枪也封了，敢不敢收？让药研所公开鉴定，不由你吓唬。公开鉴定？好啊！集体山场的药材被人私挖，我倒要看看东西先扣谁手里。你的人在深山下铜丝套，开枪抢身，还敢反咬？姓韩的，话说出去容易，证据呢？铜丝、口供、鞋印都在，被抓的人已经供出胡三和你仓库的位置。深坡不在登记的集体采挖区，起身全程也有见证，你的举报不成立。300年以上，根须完整，身子和小身都已留种。药研所愿意按12000合法采购。12000？发现人保留署名，深坡列入保护观察点，不再随意采挖。3000块就想买12000的参，还说是在救人。一株参卖得出去，不代表你以后每一批货都能出山，防得住。你敢伸手，我就让你再留一份口供。5星特别刷新完成，6星山货池即将开启。共同发现和起身技术1成1200，文书怎么写，钱就怎么分。我拿枪拦过你，你还真给。你该担的责任，治安员会找你；你该得的报酬，我也不会少。1200，一张不多。往后我替你看山，教你认山势，守放山规矩。再有铜丝套，我先拆。成，以后叫你韩师傅。他全身像血一样，就叫血团。名字你取，喂药也得算你一份。我每天都喂。身亡12000，韩师傅报酬1200，药材房、水缸、绳索和鹿骨育种的钱单独计。大钱进来，先把家底和人命护住，
6星区域比以前危险，以后你只能在红牌以内活动，没有我和你娘陪着，不准越线。那我就在这边照顾雪团，等爸爸回来。6星刷新开启，刷新内容：灵泉药材母种。这山里怎么还有一道门？红景天麻，还是能留种的母麻。红景天麻就在眼前，还磨蹭什么？越是好东西，越不能拿命换。里面有风，烟也往上走，应该有出气口。红牌以内能走，绳子一紧，立刻往回退。你进个山洞，比县里检查仓库还细。上回要不是多带一根绳，你现在还挂在坡下。成，听你的。这么多天麻，一眼都望不到头。这辈子能起出这么一个，死都值了。停手！石洞哪有不掉渣的？先起麻王，再加固也不迟。下面一挖空，上头的力就全压过来，东西没起出来，人先埋了。听林峰的，先退。我要是再多挖一下，山里的东西值钱，命更值钱。林峰，泉底还有东西。发现6星天麻母种，警告：整窝移除母麻，灵泉泉眼将永久枯竭。母麻、小麻一株不动，只采金黄、块茎饱满的成熟麻。麻身发硬，牙嘴收紧的能起。嫩麻挖了，明年就断窝。1号3斤4两，2号2斤9两，根须完整。我放山这么多年，头回见有人连天麻长在哪块石头边都记。今年哪儿起过，明年就得绕开，只靠脑子记，早晚会乱。母麻要冲进石缝了！婉儿，回来！你扶木梁，洞顶再塌，谁都走不了。还差最后一盘。3盘都在，一根主须没断。以后这种险，别一个人扛。这是咱家的根，我也得守。这是罕见的野生天麻母系，整窝保存下来，价值远不止这些成熟麻。15000，要严锁，整窝买断。沈教授，买山货还得看谁带的钱多。现钱就在这儿，药枯、泉眼、母麻都交给我，我再加3000。整窝收走，研究和保管都省事。这个价，药研所也没有亏待你。整窝不卖，18000都不要。姓林的，你真把自己当财神爷了？紫貂当初有人出500，我没卖。猪仔只卖2只，蜂王没换，鹿也没剥皮。要是见钱就掏空，我家现在只剩几张票子。母种留山，成熟天麻按年份分采，药研所负责鉴定和收购。深坡和药窟一起建保护点，每次采多少留多少，我们按编号交账。母毛出了问题，谁负责也写清楚，保留原生母气，比搬进药棚稳妥。这个办法我同意。药研所先付6000保护建设款，正常年份成熟天麻采购不低于15000，价格随品相另算。我出2万，现钱一次付清。母种不卖。你再加多少也不卖。好，守着你的母麻，看看祸烂在山里时谁来求我。往后半个月，
镇上所有马车只接杜家的货，谁替林峰运一筐药，剩下的钱一分没有。可他跟药研所签了合同，哼，合同能自己长腿走进县城？林峰若把货送来呢？不收，不称，也不借车。杜老板，这回他有货也卖不出去。货出不了村，合同就是废纸。林兄弟，定钱退你，镇上的车这半个月都出不了。昨天还说好好的，今天一起坏了。杜老板包了所有车，谁拉你家的货，以后就别想在车马行吃饭。鲜天麻压上1、2天就变色，这可怎么办？车能等，鲜货不能等。先洗泥、切片、低温烘干，把货保住。切片后保得一样，火大了浇，火小了反潮。我来定样，会做针线、刀工稳的婶子、嫂子都来帮忙，按斤计工钱。1片2分后，发黑破损的单独放，谁手里的货，谁的竹牌跟到底。鲜货这么一烘，10天半月也坏不了。车马行受人拿捏，村里的货往后都出不去。我想成立运输互助队，有牛车、板车的人自愿登记，运费照理承结。合同是真的，货也有编号，村里给你们做见证，谁出车、谁装货、谁收钱，全写清楚。我送完饲料正好回县里，车斗空着，合同货可以合法捎带。切片均匀，干度合格，比鲜货更便于保存。没车他也能把货送出去。县里明天派检查组进村，咱们举报他私设收购点，聚众倒卖。路堵不住，我就封他的门。他们私自收药，雇人加工，还自己组车队，这不是聚众倒卖是什么？谁负责账目？我负责。要查哪一笔，请您开口。甲子1号，采收3月初8，鲜重3斤4两，切片损耗1斤1两，干正2斤3两。每株从哪儿采，谁清洗，谁切片，谁领了多少计件工钱，全有签名和手印。我们是按斤干活，不是倒买倒卖。自己写的烂账也能当证据？工钱和运输都是我见证，你说账假，拿出哪一笔假来？这是药研所备案的母种保护点，成熟天麻定向采购，加工只为防止鲜货腐坏，不是黑市收购。货账合同一致，加工场地也合规。杜老板，你举报时送来的对比样品来源单呢？无来源、无批次，还严重霉变，先封存。你想查我的门，先把自己仓房里的烂货交代清楚。同意备案林家山珍合作组，林峰负责山林保护和采收技术，苏婉负责验货、账目和结算。他这一闹，倒让全村都知道合作组招人了。弟妹，小虎2天没吃饱了，你给我一份活，我什么都敢干。给不给他一次守规矩的机会？我不拦你挣钱，但丑话先说在前头。你只做外围清洗和缝带，药材房钥匙、合作组印章、母种记录和账本一样不许碰。我记住了，弟妹，你让我干什么都成。工钱当天结，偷拿、打听送货时辰，或者越过红线一次，永久除名。听清楚就按手印，往后别说谁欺负你。机会只有这一次。弟妹，你如今真有管事人的样子。夸我不加工钱，带口蜂蜜去。
疼！快抬我！这边的搬到高处，快！孩子难受，我先带他回去。今天的工钱还没结，明天一起算。明早6点，畜牧站的车从村东口走，封条印在这儿。有这个，杜老板少不了咱家的好处。抢他的货会留下人证，把好货换成烂货，药研所自然替我收拾他。明天一早断他的合同。车轴出毛病了。不是颠断的，像是提前锯过。这怎么可能？合同货混入母店药材，整批封存，合作暂时停止。储存时明明都是好货，丰田一路没破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先别退货，这箱不是我们的。封条编号都一样，你凭什么这么说？甲字7号，内装12袋，毛重41斤6两。封箱时我、王主任和司机3方按印，少了5斤4两。合作组内袋都有单独编号，7号箱该是701到712，这里面一个编号都没有。其余货物全部合格，没货箱是途中被人调换的。合同暂不停止，先查换货的人。送货时辰临时定的，知道的人都在这里。外封能仿，内袋编号和真账仿不了。谁把封条和时辰送出去？现在站出来，我还能听他说一句实话。娘，这不是你昨晚藏起来的印花吗？从今天起，你永久退出合作组。一张印只能说明什么？烂货又不是我换的。是不是你？治安员会查。合作组的门，你别想再进。7星区域开启，刷新偏向药花、蜂群。这么多花，它们怎么都往一个方向飞？不是追花，是回王。蜂王就在那棵树里。好壮的王，拿它改良蜂群，值的不是这一季蜜，是往后年年出的强蜂。先稳风露，再移王，巨巢不动，成熟蜜也只割外层。留子王，留口粮，风才肯在这儿扎根。我要开水沟，唐师傅守风箱，我去渡火头。蜂王呢？紫金蜂王不见了！先救花鼓，火一过风口，整片蜂场都得烧光。
王丢了，可普通蜂群还在。活着的先护住，再找王。跟生破的同司是一路东西，又是杜金胜的人。不对，蜂王真被带远，工蜂会散乱回巢。现在所有寻王蜂还朝谷东聚，蜂王没被带出谷，放火的人打开王笼就跑了。蜂王受淹失群，应该落在谷东一带。天快亮了，蜂王还是没露面。只要没死，就继续找。你们怎么老跟着我呀？小满别动，老师把风赶走。不能打，越打他们越急。老师，麻烦您去叫我爸爸和唐爷爷，蜂王可能在树洞里。找到了，真是紫金蜂王。小满，刚才怕不怕？怕，腿都软了。胆子大不是不知道怕，是怕了还知道该怎么做。接受王位了，先让强群接王，另一王保留王坛与新王。谁让你一个人守着风的？万一被蛰怎么办？我没碰他们，我退远了，还叫了老师。做得对，爸爸教你的，你都记住了。这回不是小满凑巧找到，是他自己把蜂王护住了。我养蜂半辈子，没见过这种蜜色。先别入口，立刻封样。这批蜜要送药研所和食品站一起检验。花园纯度、香气和稳定性全超过普通华花蜜。药花成分稳定，但必须保护蜂群，不能为了产量掏空储蜜。食品站和药研所联合采购，年度意向3万元。批次稳定，包装防伪，每箱留足越冬蜜，这3条我们接受。首批样品合格，合同正式生效。包装如果再被人仿造，后面的货我们不敢收。封装和交付，你来定。花布针脚已经被仿过，普通铁盖也能随便换，不能再用。请村陶窑烧小蛮罐，湿坯压凹印，每只罐底刻批号，罐口用蜂蜡封，再走2色线。2色线有啥讲究？一根左压右，一根右压左，拆过就还不了原样。蜂王，取蜜留蜜归我管，少1斤储蜜我都不割。我守花谷和防火带，谁动药花伤蜂群，立刻停采。3万，他一群野蜂也配挣3万？县里能买到的蜂蜜空罐、铁盖我全要，今天就搬进杜家仓房，全买，这得压多少本钱？您家交不出首批货，合同自然落到别人手里。昨天还有满满2排，怎么一夜全卖光了？杜老板连铁盖一起包圆了，周围几个镇的存货也被他提前定下。食品站催着要首批样品，没罐子怎么装？谁说蜂蜜只能装玻璃罐？没人买粗桃，摇停2个月了。你要几百只小罐，
我怕凑不出泥料钱。泥料钱先付，灌身按这个尺寸，尸坯压林家山针，底下刻批号，口沿留一道蜡槽，蜡封进槽，再扣陶盖，路上倒过来也不漏。陶罐送回合作组还能抵钱，洗净消毒，下批继续用。开窑了，咱们又有活干了！遮光耐碰，还一眼就能认出林家的货。林家改用陶罐了，咱这些空罐一只都卖不出去。苏婉，又是这个女人坏我的事儿。替我办件事儿，你欠的200块一笔勾销。什么事儿？把他悄悄放到药华谷外。飞不直，回不了朝。不是紫金蜂群自己发病，是外来的病蜂闯进来了。会不会传进主箱？先锋外锋道，工具手套全部分开，谁都不许穿箱。七星蜂一箱箱查，少一只异常都不能放过。发现的早，主群没染。这是杜家仓房捆药箱用的蓝染绳。别抓我，是杜金生给的钱。谁把冰封搬来的？李建国，他昨晚跟我一起檀香，杜金生答应替我还债。我教你养蜂，是让你拿病蜂害人的。首批货合格，按合同正常交付。林建国、王翠芬已经逃了，立刻通知各路口协查。他欠债怀恨，自己放的病蜂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刘顺欠我钱，自己报复蜂场，撕掉的是废账，难道也算罪证？是不是废账？查过才知道。纸都没了，你们拿什么查？你烧的是自己的账，烧不掉别人手里的。上个月杜家订过50捆蓝染香绳，染料配方、交货日期和收货手印都在，病蜂箱上的绳就是同一批。一根绳，镇上谁都能买。买病蜂的钱也是谁都能从你账上支。病蜂卖家认出刘顺，也认出替他付钱的杜家伙计，钱记在杜家分公账上。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所有案件都由杜金胜指使，但病蜂交易、无来源药材和毁账问题属实，取消杜家蜂产品经营资格，仓库存货全部复检，杜金胜列入重点调查。凭几张破纸，你们就敢封我的生意？你烧一夜，我们就补一份证据，总有一天整本账都能对上，不漏一件，全部归档。我不跟他私斗，我等每笔账都落到人头上。8星区域开启，刷新天象，红松林，珍稀菌种。住手！首批7星药蜜合格，3万元年度采购合同正式生效。蜂场工钱、陶罐货款、运输费先结，剩余收益按合作份额分红，谁领多少当面点清。停了2个月的窑，又能养活10几户人了。我那10箱老蜂也幸会合作组，
守着活风比掏空蜂巢强得多。林小满同学御风不乱，还知道及时求助，学校评你实显自救小能手。爸爸，我也拿奖啦！今天回家加1个鸡蛋。3万块的大合同，就吃顿鸡蛋饭。饭够香就成，钱还有更要紧的用处。防火带、巡山铃、育种设施，该花的都记清了，剩下的留作周转。发兴谷里有人伐树，不是普通斧口。镀金圣的人还没看清，但他们这回要的不是山货，是整座山。救我！我的腿要断了！先救人！他们有刀有锯，空手追只会再搭一条命。就这么让他们跑了？人跑了，证据还在。松塔是顶级货，下面还有松茸母菌，砍倒一棵树，菌窝也得跟着死。一棵活树年年结塔养菌，锯成木头只能卖1。谁雇你们进山？杜金胜，他说按棵分钱，1棵红松给20。林建国负责带路，在树上刻号。我们已经锯了3棵，原木准备从侧坡运出去。我砍自己的树犯了哪条规矩？红松苦是林家祖山，我是一家之主，有权卖。分家时你们可从没提过祖山。林家长房已经收了钱，整座红松谷现在姓杜。祖山传给长房，我替林家处置，天经地义。产权没查清之前，先封掉林峰家的后院入口，谁也不准进红松谷，否则少一棵树都算林峰毁我财产。树是你的人锯，倒先想把门封到我头上。我是你爹，我按了手印，这山就卖的。分家文写得清楚，林峰所得是破屋后院和附属荒坡，后院连着哪道岭，当年也划过界。村里存着老界图。林家祖山在西岭，埋祖坟的那一片。红松谷所在的北坡，早就随破屋划给林峰。你这张山契写的是西岭祖山，背面添的红松谷3个字，笔锋和前面根本不一样。纸确实旧，墨和印土却像近月的新货。哼，凭眼睛看看就想定假，所以送县里鉴定。结果出来前，红松谷列入临时保护。要是县里验出契纸是假的，钱和树都没了。所以不能等结果。你守路，带人从坡顶下锯，原木滚进山沟，天亮就能装车。那边下面是风棚和药材房，滚偏了会砸死人，树倒了谁也栽不回去。天亮前全部砍完。鉴定结果，契纸年代较久。背面字迹、印泥和手印均形成于近1个月。旧契补写边界有什么不对？补写没有备案，还故意冒充祖传原契，就是造假。手印是我按的，我是他爹，替儿子处置山林，谁管得着？契诗是谁写的？钱又进了谁的口袋？他自愿卖山，我只给了200定钱。200块就把亲儿子的山卖了？老宅和田地给大哥，我认了。我的猪、蜂、鹿你们抢过，我的蜜和天麻你们也害过。现在你拿我的后院给大哥换钱，还想让我替你认假契？没有我哪来的你？刘海叔，你不是疼儿子，你是拿老二填老大的窟窿。分家按了手印，还卖人家的山，这不是当爹是抢。山契扣押，买卖无效，盗伐和造假另案调查。坡顶有人！滚木一定走西坡，
先守防火沟和导水沟。婉儿，带小满进安全屋。韩师傅跟我走。风箱和药材房在坡下，我去叫合作组的人转移。幸亏提前挖了这道沟，后面还有，看清拦绳，别站滚木正面。还有一根冲药材房去了。仙台活蜂，药箱按编号搬，谁都不准回头抢东西。里屋还有2箱松茸样品，人先出去，样品没了能再采，命没了拿什么补？后山有人毁树，大家快来！放下去，趴在地上。是林建国带的路，杜金胜给钱，让我们把树滚下去毁正。杜金胜和林建国先从侧坡跑了。母君又干死了。里面还有活性，但今天之内必须复位，拖到明天母君就救不回来了。3号床靠东根，辅叶2层，5号床有半截倒木，别放错。接上了，母君重新复根了。千年红松、松塔和松茸母菌是完整共生林，一棵都不能再砍。林业站提供技术和巡护支持，首季松塔、成熟松茸与保育推广采购6万元。活树不动，松塔分区采，松茸留母菌，倒木不卖，留下接种菌种。这些全部写进合同。小满，这笔奖学金拿回去买书，好好学习。站住！奶奶，这是学校给我买书的钱。你姓林，挣的钱就该交给你爷爷。你个丫头片子，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你这是干什么？不能这样对孩子！陆替山坡仿风，树根下面还养着看不见的菌丝，唬住一棵树也是唬住许多人的饭碗。张桂香，你不夸孙女，倒只惦记她那点钱。我们林家的事儿轮不到你们管。要爸爸替你说吗？我自己能说完。奶奶，你再抢，我就请老师找王主任，你撕坏的奖状也得赔。话说得很清楚，爸爸站你这边。有人让我给你的，你娘在村外摔伤了，让你马上过去。去，你娘就流血流死了。我娘说过，即使也不能一个人跟陌生人走。老师，请您先帮我去合作组问一声。谁说我受伤了？不是为了骗钱，是想把小满骗出学校。送纸条的孩子从哪儿来？邻村的。他说有人给了2毛钱。那个女人就站在这里，她让我送完纸条别回头。
是老宅柴房的锁。笔记、旧锁、诱骗地点都留下了，王翠芬跑不了。今天为什么没被骗？因为你们说过，纸条再急也要先找老师核实。给我们一大笔钱，再弄2张离线车票，这些路全归你。杜金胜拿到路线，下一步很可能结8星母军，硬守每条路，人手不够，那就让他以为母军已经出山。坐一车假母军，香脚丫暗记，内带部编号，真货一根都不动。就算他们半路换箱，拆开底板，也能验出真假。消息只在村口过秤时放出去，看谁来咬钩。杜金胜没来，只派人探路，等他碰箱。不许动！杜老板临时说不对劲儿，只让我看看箱子，没让我动手。图是谁交给他的？一男一女，说是林峰的哥哥嫂子，熟悉老宅和后院。路线不是合作组里传出去的，大家不用再互相猜了。8星保育任务完成，9星去役开启。怎么了？开启条件：林峰、苏婉、林小满同时确认。采收、护军、运输按工结算，技术份额归韩师傅和林业站，公积金留下修路、防火和巡山。我家只出了6天工，分到的钱比砍一棵幼松还多。这是第1季，树和母军守得住，明年才有第2笔、第3笔。以前我只想着一棵树能卖多少，如今树没砍，我家反倒年年能分红。我加入巡山队，以后谁敢偷砍，我第一个拦。守规矩就有位置，过去的错拿往后的行动补。娘，我以后是不是不能上学了？坏人骗过你，不代表你要永远躲在家里，不独行，不跟陌生人走，先找老师核实，守住规则，你照样上学交朋友。要是我又害怕呢？害怕就吹哨找大人，会求助不是没本事，是知道先护住自己。害怕可以，不能因为害怕把日子停了。准备好了吗？一起开。有人比我们先来过。发现9星母种库，母种完整度缺失1株。先封门，谁都不准碰药材，先清点留证。起身的人不懂规矩，用手硬拔，母身至少断了3条乳须，断口还湿，偷身不会超过1天。1号、2号、3号，每10株换一种颜色，就不容易数错。这是第1本母种总账，以后每一株谁看过谁动过都要签名。共99株，只少这1株，少1株也得记清，不能用别的参补数。老宅捆炒扎粮袋，一直用这种绳。偷参的人进过林家老宅。石门不是唯一入口，这里还有侧缝。先锋不堵，留住脚印，别看看谁还敢回来。小虎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爹娘半夜回来过，还藏了个东西。他们让我发誓谁都不能说，不然就不给我饭吃。藏的什么？一颗长得像小人的大参，就在奶奶炕洞底下。慢点吃，别噎着。小满做得对，老宅可能藏着赃物，孩子不能自己去找。我说了，爹娘会不会打死我？是他们逼孩子替坏事保密，你说实话，没有错。你先吃饱，等大人一起去，谁也不能逼你带路。这是我家，凭什么搜我的炕？孩子提供线索，村委和户主都在场，只查炕洞，不动其他东西。真是9星谷少的那1株。偷参、藏赃，准备再进药谷，东西全对上了。我不知道，都是老大两口子半夜塞进来的。这个畜生连赃物都往家里藏。我爹说，敢说出去就不是他儿子。替坏事保密才会越走越错。你今天把实话说出来，救的是你自己。一个孩子被教着守规则，一个孩子却被逼着替父母藏赃。错的是大人，不是小虎。抓贼之前先还债。林峰欠我5万元运输和建材款，还不起就拿合作组抵。
3年前借款，连本带利5万，白纸黑字，谁也赖不掉。老二早年确实欠家里钱，没准就是那时候借的。3年前合作组都没成立，我拿什么跟他借建材款？欠条在这儿，查清以前先锋合作组账房和货物。签名能临摹，习惯改不了。这张不是我写的。林峰第一笔收入是卖灵芝和山参，500元。从修屋到买砖，每笔钱都在这里。米面、木料、砖瓦当日结清，运输由谁承接，付了多少，也有签字。你自己的账，当然想怎么写就怎么写。欠条日期写的是3年前，可林家山珍合作组这枚章是半年前备案后才刻的。3年前的欠条盖着半年前才有的章。陆老板，你这债是从未来借的吗？这是拿现有阴阳稻苗的，连旧损口都不懂避开。欠条扣押，作为伪造债务证据，任何人不得查封合作组。雪团平时最爱喝这里的水，今天怎么躲着？所有人退后，这水被人动过。人、鹿、猪、风一律不准碰这条水。是高浓度除草药，一旦流进深田，母猪不根系会成片坏死。毒水先解在秋药区外。幸亏当初没把泉眼挖空，还留了这条备用渠。经过药水的草垫装进木桶，谁也不许徒手碰。3只鹿、白鹿血团都在，母猪和猪仔没喝水。蜂群也没误饮。以前多修的一条渠，今天救了全家的命根子。林哥，你看那边，走。右手拇指纹路一致，是王翠芬，一只脚深，一只脚浅。林建国在公共山场摔伤后，走路一直这么跛。他们已经不是偷一株参，是要毁掉整座药谷。林建国、王翠芳涉嫌盗取母参、伪造路线、投放药剂，知道下落必须报告。他是我儿子，不会干这种绝户事儿，肯定又是林峰栽赃。老翟被老大抵给杜金胜了。不可能！老大说借钱是为了赎祖山。我给他老翟，是让他给林家留根，不是让他拿去换命。你拿我按假期还不够，连老翟也敢抵。等我跟杜老板干完这一票，拿到钱自然赎回来。老大连我们也不要了。老翟已被抵押调查，先安排你们住村委空屋。老二，我们商委会请人质，杨老梁招就送，住进我家不行。9星药谷检测完成，只采1/10成熟药材，母种一株不动，首期科研采购12万元。合同金额12万，样本越完整，研究价值越高。母猪不动，编号尾数为5，长满年限的成熟猪才准采。只取1/10，样本会不会太少？少了还能再长，挖空了，多少钱也买不回下一代。深田10株取1株，天麻只分成熟子母，灵芝只结孢子成熟的菌段。从前进山只比谁挖得多，现在是比谁能留下的多。除鼠药残留已经低于检出线，母参根系也没有坏死。这12万不是买空药谷，
首批样本母种研究加上未来数年的稳定供进，缺一项都不成立。那就把每年复检、成熟、分采、母种进挖写进合同。你怕我们反悔？我不怕人变，我怕规矩没留下。任何人想查，都能对编号、看封签条、翻原始账。账在你手里，我们放心。大伙儿推苏皖做母种基地经营负责人，同意的举手。从今天起，采购、用工和采收计划，我们各有一半决定权。没有你的签字，我也不能开母种库。你真舍得把钥匙交出来？这不是我的家业，是我们一起守下来的。不能再等了，拿到最后一把门钥匙，母种和账本一起端走。钥匙在小满身上，那就从孩子下手。去找小满玩，把他书包暗袋里的铜钥匙拿回来。老师说拿别人东西是偷。不拿钥匙，你今天、明天都别想吃饭。小满给过我吃的，我不能骗他。你是我儿子，不听我的才叫没良心。拿到以后放进学校后墙的破瓦罐，敢告密，我就不要你。小虎，你是不是又没吃饭？先吃，吃完了有事慢慢说。你不是来找我玩的，对不对？我爹娘让我偷钥匙，不偷他们就不给我饭，还要烧你家的账本。我没拿走，小满，我不想再替他们干坏事了。那我们现在去找老师，你说实话，我陪着你。逼迫未成年人盗窃，用饥饿和殴打控制，这些都记录案卷。他们让我把钥匙放进后墙瓦罐。小虎不能再回破窑。先交给他舅母照看，吃住由村里监督，治安员轮流保护。我爹会不会来打我？你已经把钥匙放回去了，这一次你站在对的地方。小畜生敢背叛我，今夜我就烧掉合作组账本。别急，苏婉每天都在仓房关账，要烧就连看账的人一起堵住。不是画押，是签名。苏婉，你写成了。从前别人让我按哪儿我就按哪儿，以后每个字我都要看懂再签。娘，你会写自己的名字啦！他不只会写名字，还能管12万元的账。字是我签的，责任也由我担。钱往哪里去，我会向全村交代。从今天起，母种基地的经营合同，你是正式签约人。挣钱不能只顾眼前，要股有灾要能救。村里孩子想读书，也不能因穷停下。我们认苏婉这个女当家。婉儿不是累病，是有身孕了。月份还浅，不能再熬夜搬重屋。是弟弟吗？弟弟妹妹都一样，你娘肚子里的孩子，谁也不比谁轻。那我的书也给他看。
小满舍得。娘教我生字，我以后也教他。怀了邻家的孙子，哪能没人伺候？我搬来照顾，保准给你养出个大胖小子。男孩女孩都一样，也都不归你作践。我是孩子的亲奶奶。你先学会尊重孩子，再谈亲不亲。这个门你进不了。借款到期，老宅归我，天黑前腾干净。这是林家祖屋，老大抵押时我没点头。地契手印都在，你把家交给好儿子，就该认他替你做的主。操，瞎眼了！我养他几十年，他怎么能卖我的房？你不是总说老大最孝顺吗？去找他赎啊！老二，你忍心看亲爹亲娘睡路边，把动物腾出来？骨头断了还连着筋，你不接父母，别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。村东空屋已经修好，粮食每月由村委会转交，医药按分家文书承办。空屋又破又小，你住新房，让爹娘住破屋，这就是不孝。我尽养老义务，不拿妻女再换一个孝名。你们不得接近苏婉和孩子，再闹，由村委处理。五副钥匙没拿到，就猎枪在我手里，仓房后窗能进。先拿母种，再烧账，账没了，谁能说东西是哪来的？苏婉天天关闸，动手得快。你伤还没好，去哪儿？报事，再护着他，林家就真要出人命了。钥匙、老枪。开启实心区域条件，全部山林区域及活物安全度过一个完整生长周期。今晚不守一处，失守全部家底，按清单逐项复查。人走一处，账勾一处，发现异常先敲铃，不许单独追人。我在安全屋守总铃，也记谁去了哪里。又怀上了，这一窝比上一窝还稳。快产崽了，今晚灯火不能进。新王见状，老王也在，一直没丢。当初救下的一条腿，如今带活了一群鹿。以前进山靠运气吃饭，如今连明年的活都排出来了。一开始只是几只猪、几箱蜂，如今每样东西都能养活一群人。系统给的是种子，把种子熬成年年有收成，才是我们的本事。完整生长周期达成，实心特别刷新万物母远古。我们守住了！少了一枚铜铃，有人已经摸到外围了。实心宝贝在哪里？泉、水、土、风、兽和母种能互相养活，这一整座谷就是宝。它不是让我们卖一次，是给以前所有产业续种。只算长期科研和种源繁育，合作价值至少30万元。若一次挖空30万，也只是买一堆会死的货。只转运少量样本，其余原地编号、原地保护。外面都等着看石星出了什么天价东西。真正值钱的不是标价，是10年后还能不能继续出种。超过这个数，谁签字也不能领。以后双人领药，3方验封，开库、装箱、交接都要对时辰和编号，夜间不得单人进仓。少一道手续，哪怕是林峰来领，也不能放货。这条先管我，谁拿身份压你们，就把他挡在门外。防自己人也要这么严？规矩不是防谁，
是让清白的人永远说得清。停下！编号母源3号的备用印不见了。左贵只有合作组的人能靠近，难道真有内鬼？昨日起，进入锁柜房的4个人都有双人签名，开门时封实完整，没人单独接触印盒。既然印丢了，是不是该把接触过仓房的人都停工？没有证据，不能先把自己人当贼。查记录、查锁、查脚印，谁做的让证据说话。是建国，他小时候偷开家里梁柜，总把削薄的旧钥匙斜着插，锁眼每次都挂在这里。可仓房是新锁，老宅留着你娘家柜子的旧钥匙膜。王翠芬在合作组做工时见过锁形，他们唾了膜。不是内鬼，是有人用旧膜配出了试锁钥匙。箱子是假，证据要真，谁动它，谁留下手印和去向。沾上以后，雨能冲掉表面，皮缝里的红色3天也洗不清。指定不提前动手，等人香赃物凑齐。今晚你和小满别溜蹭蹭。总账要完成交接，我会按制度关账。你放心，警铃就在手边。拿香，走一沟。他们怎么还在这里？小满，敲铃。账上每一笔都是乡亲的血汗，你拿不走。没有账，谁能证明东西是你们的？外面有埋伏，把他们锁进里间，烧掉仓房。东西就走，放火会死人的。他们不闭嘴，咱们都得进去。你现在装什么好人？小虎宁可挨饿也不肯再偷，你们连自己的孩子都不如。是你们逼我的，凭什么林峰什么都有，我只能逃？不是谁逼你，是你每一次都选了最坏的路。走！小满，贴着地面呼吸，别站起来。娘，别管我，先出去，去叫外面的总铃。小满，把麻袋战士捂住口鼻，从松辽口爬出去。我走了，娘怎么办？出去不是逃跑，是去叫人救娘。记住防火铃和蓄水闸。着火了，我娘还在里面。你娘在哪儿？里间，侯良压住他了，正门过不去，侧墙靠松辽口最近。韩师傅破侧墙，庞师傅跟我压火。先看孩子。小曼把所有人都叫来了，他已经救了你。吸入的烟不算多，多亏湿麻袋挡住口鼻，也多亏救援及时。爸爸叫你先保护自己，你却还记得怎样把所有人叫回来。账还在，一页关键记录都没丢。以前都是爹娘护你，今天是小满护住了娘。他们以为抱走的是实心母种，却不知道手、衣服和鞋底上全沾了矿粉。他们跑不出这座山。3个人带着重箱往北坡走了。北坡通鹿谷、蜂场和红松运输沟，他们以为路多，其实每条路都有防护线。他们被鹿群逼离谷口，又撞上蜂场围网，只能往红松谷去。扔了吧，咱
下去谁也跑不了。30万的母种，谁敢扔？假的，我们上当了。上残坡，谁挡路就用枪。都退后，再进一步，我先打死他。杜老板，是我替你干活，废物就该替我挡枪。杜金胜，你身上的红粉、烧苍的煤油、怀里的封印，一样都洗不掉。放下枪，别再添一条命。山是我的，货也是我的，谁挡我谁死。当初残坡那一枪，我守的是一株参；今天这一枪，我守的是人，是整座山。我是林家长子，我拿的是自家东西。我是杜金胜让放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是不是家务事，让这一箱证据说。右耳箱编号与仓房出库账一致，3名嫌疑人手上均检出红矿粉，锁柜划痕与唾沫相合，枪托有碎灯玻璃，煤油布检出仓污灰烬。我只是跟着去，货不是我放的。是你抢账锁门，还对林建国说不让我们闭嘴，你们都得进去。他一张嘴，算什么证据？账本、封印、脚印、红粉和证词互相印证，不靠任何一个人单说。杜金胜按科飞钱，林建国负责带路。我用仿封箱调包了霉变天麻。杜家账户出钱购买病蜂，王翠芬负责传话。爹娘逼我偷小满的钥匙，偷不到就说要烧掉账本。我没早点管住老大，害了别人。煤油桶和旧枪都是他们从空屋旁拿走的，我以前总替他们遮掩，这次不敢再撒谎。这一切的线索都指向同一个源头：偷猪投毒、关押孩子、假密栽赃、调包天麻、投放病蜂、伪造山契、盗伐滚木、诱骗孩子、要骨投药，最后发展为入室盗窃和纵火害人。这些案子看似分散，钱款、工具、传话人和销货货方向，最终都指向杜金胜。林峰，亲弟弟，你跟他们说句话，哥知道错了，你救我一次。我救过你，给过你守规矩的机会，现在该由你自己还账。长期组织盗猎、伪造文书、破坏山林，并实施盗窃、纵火等犯罪，证据确实充分。山货买卖各凭本事，我只是收货。用枪、毒药、病蜂和滚木获取的不是生意，是犯罪。二人长期参与盗窃、投毒栽赃和生态破坏，最终明知仓内有人，仍锁门纵火，依法判处有期徒刑。火场内还有孕妇和儿童，未造成死亡，是因被害人自救和众人及时扑火，并非被告主动停止。那是我亲弟弟的东西，一家人闹矛盾，怎么能判这么重？我们只是想拿回林家的份儿。后院、合作组和山林边界早已写明，每次越界前，他们都被明确警告，并非不知情。亲属关系不是盗窃、投毒和纵火的免责理由。我又没真烧死他们，凭什么把以前的事都算上？每一次放弃回头，才有了最后这场火。法律审的是行为和后果，不是你现在的后悔。我护了他一辈子，怎么护成了这样？不是护，是纵。我们没动过他们一根手指，可他们做的每件事都有证据追上来。山有边界，做人也有。老宅没了，老大也进去了，老二把爹娘接回去吧。咱们把一家人重新过到一起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我偏心老大，拿你的东西填他的窟窿，还逼你认孝。老宅是我做媒的，你们兄弟也是我逼散的。我们不是兄弟散了，是他一次次选择害人。爹认错，你给我一个补偿你的机会。真想补偿，就按边界过日子，
别再替任何人逼我妻女退让。婉儿还怀着孙子，总得有人端水做饭。我这回一定改。你惦记的还是孙子，不是苏婉受过的伤。我都低头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养老、治病、送终，我按文书负责。空屋由村委监督，粮食和医药一分不少。但你们不能同住，也不能再越过妻女的门槛。我是长辈，他就不能原谅我一次？原不原谅是他的权利，不是你第一次头就能换走的东西。小满，我是你亲奶奶，你替奶奶说句话。老师说称呼要有尊重才亲，没人能逼我叫，也没人能再抢我的东西。养老我们不拦，重新进我们的家不可能。我听明白了，责任是责任，亲近是亲近，不能再混着要。不是生病，是快生产了，今晚得铺软草，守路栏。我不进去惊他，我在外面帮着记时辰。实兴生态繁育基地最终审核通过，长期合作金额30万元。经营负责人，请你先看条款。科研采购只取轮换样本，保护区永久公用，任何个人不得转卖，收益先留风险金，再按劳力和技术分配。从今天起，合作组正式升级为县级生态繁育基地。现在谁出一分力得多少钱，抬头就能看明白。杜金胜旧账册全部复原，铜丝套的来源、盗猎销货路线和解山器制作者逐一查清。赵德才参与假密栽赃，已经另案处理。杜家黑市收购网也全部切断，不再留在合作组案中。案子结了，受伤的邻居还得继续养。罚款和赔偿全部进生态修复专账。这东西害过人，也救过人，以后封存，不再私自带进山。登记批准。韩山奎转任正式巡山顾问，巡查器具统一领取，统一归还。守山靠规矩，不靠谁手里的枪更响。这批货的成色不错，可以外销。这味药要辨其色，闻其气。大伙儿都过来看看啊！这是上个月的工钱明细，都在这儿呢。我们当初没有卖掉它们，现在它们都有孩子了。留下的不是一只动物，是以后年年都有的新生。实兴终极成就条件已满足，守山、守家、守住善。终极奖励启动，后院山林永久稳定，6至10星区域进入可持续轮换，以保留母种及活物不再随刷新消失，生态循环由使用者自主维护。以后它们不会突然不见啦？不会，系统给的山，终于成了我们真正守得住的家。他也不再每天催着我们找宝了。因为最好的宝已经留下来，会自己长大。此后不再凭空赐予成熟山货，所有收获均由现有种源繁育生长，这才是真正能传下去的家底。母圆谷本月不采，风坡增加水盆，红松谷只收成熟松塌，账房放按新岗位结算。基地每年固定留出一部分，孩子不因学费停学，山林也不因缺钱失手。要是遇上灾年呢？巡山公鸡负责救火修渠，风险金负责保种保工。好年景不花光，坏年景才不慌。林小满被县重点学校录取了，学费由教育金和奖学金共同承担。大人孩子都平安吧？平安。等这个孩子长大，也让他自己选择想读什么书。爹，新房这么好，为什么还留着漏雨破屋的门？记着我们从哪儿走来，才不会把今天的好日子当成应该。爸爸，今天谁吃鸡腿？坐下，人人都有。本季只交成熟样本，母种区继续轮休，工钱今日结清，教育金月底公示。以前冬天只能闲在家，如今1年4季都有活干。路修好了，
孩子上学也不再踩半天泥。先写作业，再来看你。我一直守规矩呢。慢慢走，摔了自己站稳。咱们家又多了一个会往前走的人。这回谁都不用吃剩的。以前只盼一家人能吃饱，现在才知道吃什么不重要，谁都不被轻贱才重要。今日刷新10星丰收。爸爸，今天不进山找宝了吗？不找了，该吃饭了。只要一家人都在，哪一天都是10星。